宝总是这般人小鬼大的，人不大脾气不小。因为兽医给自己打了针，辉宝就记仇了。等兽医再次进来时，辉宝一个突然袭击就咬住了兽医。辉宝被拉开后，还一脸不爽的对着兽医的腿补了一巴掌。辉宝示意兽医以后上班路上小心点。这时一旁却传来了嘲笑声，原来是辉宝咬错人了。辉宝的脾气并不只是表现在对陌生人，对爷爷和圣希阿姨也经常有小情绪，妥妥小气鬼。这天圣希阿姨在给辉宝后背按摩，谁知只是圣希阿姨多摸了辉宝的头一下，辉宝立马变身超雄状态抵抗圣希阿姨，但是力气的差距让圣希阿姨一下就按住了辉宝，只不过是按在了脸上，辉宝的脸部太松弛了，一下被按成了松狮的模样。不过这个样子怎么有点似曾相识呢？跟他福宝姐姐当年简直不分伯仲。而辉宝这里当场就生气了，扭过脑袋来就想咬姨母。圣希姨母见状也只能赶紧松开，姨母松开辉宝，辉宝立刻跟姨母说拜拜。这时圣希姨母伸出用苹果和解的手，辉宝看到后呵呵一笑，转身离开。辉宝表示姨母真是小看我了，姨母拿我辉宝当什么了？我是不会掉进苹果眼里的。辉宝越走越远，跟姨母保持着距离。作为成年宝的圣希阿姨率先和辉宝道歉，用小苹果跟辉宝和解。但辉宝的小脾气可不是一哄就能好的。辉宝虽然吃了姨母的小苹果，但心里仍有小情绪。辉宝不想让姨母碰，又跟姨母保持上了距离。圣希姨母转头就给当姐姐的瑞宝告起了状。之后，圣希阿姨又拿来了自己精心挑选的竹子进行2次和解，但在辉宝这里还是不行，妥妥傲骨灰。之后，圣希阿姨又拿来了胡萝卜，但辉宝这里刚见好，圣希阿姨又捏了辉宝，这一下又惹到辉宝了。圣希阿姨今天在辉宝这里算是彻底得不到谅解了。爱宝正坐在草地上吃胡萝卜，爷爷看着爱宝这个样子，控制不住的发出了耶波耶波的声音。爱宝这健康且可爱的状态简直太漂亮了。爱宝这乖乖吃竹子的样子很是乖巧。一会儿，爱宝听到了过山车的声音，抬头看去，虽然爱宝已是3个孩子的妈妈，本已见过许多大风大浪，但是对一些声音还是很敏感。爷爷表示这样很好，表示爱宝依旧有自我保护的意识。而此时辉宝正在练习攀爬独木桥，爷爷则在旁边不断的鼓励着辉宝。爷爷的鼓励对辉宝很是管用，不过此时辉宝身后的瑞宝却没坚持住，从独木桥上摔了下来。在爷爷的鼓励下，辉宝成功爬到了小亭子上，将爷爷镜头向下，碰巧和正在偷偷观察自己的瑞宝撞了个对眼，于是瑞宝便对爷爷发起了追逐。下午姐妹俩下班回到家，辉宝和瑞宝练习起了吃竹子。爷爷表示等瑞宝和辉宝8个月大时就可以正常进食竹子了。爷爷问姐妹俩竹子好不好吃，姐妹俩没有回答，都在埋头吃竹子。看来姐妹俩对竹子的味道都可以接受，但竹子和妈妈的奶水比起来，姐妹俩当然是要先选择妈妈的奶水了。瑞宝和辉宝在爱宝怀里争抢着，都想多吃一口，这气势就差打起来了。不过姐妹俩倒是讲究，吃一会儿还知道彼此换换位置。等姐妹俩吃完奶，将爷爷拿来毛巾为姐妹俩擦身子。有时爷爷也分不清姐妹俩身上的水渍是爱宝的尿液，还是饮水盆的水，亦或是粘在身上的奶水。爷爷表示不管是什么，擦干净后都一样。爷爷给姐妹俩擦完身子，但姐妹俩咬着毛巾不想放开，爷爷索性给毛毯盖在她们头上，这下都老实了，瞬间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，乖乖等待着爷爷来解救自己。不过当爷爷给毛巾拿开后，姐妹俩仍是不长记性，还要继续玩，乐此不疲。爱宝这个坐姿简直就是财阀本阀，只不过2个小跟班的气质暂时还没有跟上。辉宝这里还不小心被妈妈一下蹬下了小亭子，爱宝略显尴尬，急忙俯身去跟辉宝道歉。看到辉宝摔得还挺开心的，爱宝的内疚便没了。姨姨们可不要说爱宝偏袒瑞宝，在辉宝掉下去之前，爱宝还在让辉宝体验坐飞机的快乐，给辉宝把玩在手里，根本爱惜不够。一会儿，瑞宝给自己找了个舒服的地方躺了下来，辉宝还从身边路过了一下。瑞宝躺在爷爷种植的南天竹前，吃着南天竹上发的新芽，这小模样不要太乖巧，而且瑞宝眼睛里有福宝一家其他成员没有的机灵感，一看就是大聪明，以后指定比福宝更会拿捏爷爷们。而此时的福宝正在室外园区抓鸟宝玩，鸟宝被福宝吓得一愣一愣的，一撵一个不吱声。一会儿，爱宝带着姐妹俩下班回家，福宝从室外园区走了进来。福宝今天回到室内后，被妈妈和妹妹们留下的气味吸引了。本来吃完竹子的福宝打算上树去睡觉，结果突然临时改变了主意，
转头在园区里检查了起来，像极了把自己的东西借出去后被人再次还回来时的小心。福宝检查着自己园区的各个家具，查看妹妹们有没有给自己弄坏。而此时，隔壁的恶宝正趴在树上休息，小眼睛一点一点的合上，渐渐的进入了梦乡。爱宝正坐在小亭子上，惬意的吃着竹子，而姐妹俩则在爱宝身后打闹玩耍着。此时，瑞宝在小滑梯上不让辉宝上来，而辉宝就趁瑞宝注意力没在自己身上时，偷偷溜了上去，打算偷袭瑞宝。不过瑞宝的反应也很是灵敏，立马从树上下来阻挡辉宝。于是姐妹俩便在小滑梯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。瑞宝想给辉宝顶下去，而辉宝就这样牢牢抓着小滑梯，使自己不要掉下去。辉宝背对着瑞宝，瑞宝则趁机在辉宝后背咬了好几口，直到给辉宝打得喊服了为止。瑞宝看辉宝服了，便给辉宝放开了。而辉宝趁瑞宝不注意，又打算偷袭，谁知瑞宝突然一个回头，给辉宝吓一跳，辉宝直接从滑梯平台上掉了下去，一下掉进了滑梯缝里。瑞宝心想这下完大了，来到滑梯下面看妹妹有没有事儿。瑞宝看到妹妹没事后，这才放下心来，转身再次爬回小滑梯上玩耍。而辉宝也自己拍了拍身上的土，重新爬了上来。一会儿，瑞宝在小滑梯上玩够了，来到小木床上。这次瑞宝算是落到了辉宝的手里，辉宝给瑞宝压到身下，一顿胖揍。辉宝揍累了，稍微休息了一会儿，瑞宝趁机给自己翻了个身，反将辉宝压在了身下。不过最后，辉宝一个下蹲，再顺势一顶，给瑞宝顶下了小木床。而爱宝从始至终头都没有回，一直坐在小亭子上吃竹子。而此时的福宝正在室外园区玩耍。福宝来到小亭子上，站在小亭子的扶手上，看样子福宝是想爬树了，但奈何园区刚下过雨，树上太湿了。福宝思考再三，在安全与爬树之间选择了爬树。福宝抓着树干来到了第一个树杈上，福宝站在上面观望了一会儿，没有再继续往上爬。福宝玩耍一会儿后，又抱着树干小心翼翼地从树上滑了下来。现在福宝每天的运动量很大，在室外吃完饭后便一直在室外散步，最近很少会在室外睡觉。而当福宝回室内后，由于太困，吃过竹子后便会一直睡到下班。今天爷爷给双胞胎姐妹俩在小泳池里放了一点水，姐妹俩闻着味儿找了过来。姐妹俩在这点小水渍里面玩得很是开心，虽然身上弄得湿漉漉的，但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儿。这样也相当于洗了个澡。一会儿爷爷拿来毛巾给其擦干，脏兮兮的姐妹俩就会重新变得白净。双胞胎晚上下班回家，爷爷正在给其冲奶粉，而此时的爱宝也等不及了，发出声音表示让奶爸赶紧送竹子过来。一会儿姐妹俩吃完盆盆奶，在小床上玩耍了起来。辉宝躺在小木床上，脚上还踩着姐姐的头。瑞宝已经被辉宝挤到即将要掉下床的地步了，瑞宝小脚紧紧蹬着栅栏，防止自己真的掉下去。第二天姐妹俩上班营业，姐妹俩今天的心情明显不高，小小年纪便已经讨厌上了上班的感觉。爷爷走上前哄着姐妹俩，表示让其出来玩一会儿。在爷爷的哄劝下，瑞宝跟着爷爷跑了出来。瑞宝今天的状态更亢奋一些，追着爷爷四处跑。而今天的辉宝则又变得娇羞起来，躲在通道门后面，爷爷怎么哄都哄不出来了。每次爷爷以为辉宝就要出来时，辉宝就又转头走了回去。爷爷掏出秘密武器，把自己的皮靴脱了下来。爷爷将皮靴丢给辉宝，想用皮靴引诱辉宝出来，但辉宝一直在注视着通道门里面的景象，迟迟不想出门。爷爷拿着皮靴来回摇晃，不断吸引着辉宝的注意力。在爷爷坚持不懈的努力下，辉宝总算注意到了爷爷的皮靴。辉宝来到皮靴前玩耍，爷爷拿着皮靴想引诱辉宝来到室内场地，但聪明的辉宝明显不上当，甚至还给爷爷的皮靴拖到了通道门里面。辉宝想在通道门里面玩耍，送爷爷来回跑来跑去，已经累得气喘吁吁的了，心想只能上科技了。送爷爷给辉宝引出来后，给闸放了下来，通道门关上了。这下辉宝想回也回不去了。但是辉宝今天的营业状态全靠爷爷的皮靴支撑着，爷爷给皮靴拿走，辉宝就不高兴，爷爷只好将皮靴给辉宝，让其玩耍。一会儿不远处的瑞宝也跑了过来，瑞宝和辉宝上演了一场小皮靴抢夺战，谁也不想给谁。